自由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最重要也是最不能割舍的权利，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由，但自由也绝不可过了度。一旦自由失去了边界，随之而来的就是犯罪。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发展至今，靠的也正是秩序的约束。欲望是无穷的，一旦为所欲为，最终就只能套上枷锁，不得自由。同古代的重刑苛法不同，现代社会法律多注重人权，对于犯罪者的惩罚方式也较为温和。在我们的常识里，犯罪者最后的归属地便是监狱，混乱、压抑、约束等等都是监狱的代名词。进入监狱之后，自由就是最大的奢望。但是凡事有例外，在菲律宾就有这样一座监狱，男女共同居住，一起洗漱，不单单可以谈恋爱，甚至还可以结婚生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黎刹监狱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。马尼拉这个城市虽然是首都，但是它的面积并不大，只有638平方公里，而这里的人口竟然达到了1288万，并且这还仅是2015年的数据，到现在人口不减反增。也正是因为人口过于密集，导致了犯罪率大大提升，大量堆积的案件使马尼拉的司法系统应接不暇，至少有超过2/3的犯人根本没有经过审判，甚至马尼拉警方还没有掌握犯罪证据，就将犯人强制关进了监狱，从而导致这座城市的每座监狱生意兴隆。因为很多案件来不及审理，那些被关进监狱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根本没有犯罪，或者只是犯了一些小案，等菲律宾司法部门忙完了之前的案子，再来审理新案件，无罪的释放，有罪的一律判决。然而想要等到一个审判结果，却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。等于说，只要是在菲律宾，不管你有罪没罪，一旦被抓进了监狱，至少10年起步。黎刹监狱的占地面积并不是很大，并且里面的建筑也很低矮，最高也不过3层，整个墙体涂抹着一层淡黄色油漆，看起来不太像是监狱，反倒更像是旅店。这座监狱位于马尼拉郊区，附近人烟稀少，就连里面的狱警也少得可怜。犯人被带到监狱以后，首先会被狱警从上到下摸个遍，以确保犯人没有携带违禁危险物品。通过检查以后，会被转移至档案区。然而黎刹监狱档案室里的工作人员看起来非常不专业，他们仅用2根手指在键盘上缓慢地敲击，看上去就像第一次接触计算机的人。不单单是人员不专业，就连使用的设备也是令人大跌眼镜。档案室里的录入设备并不是现在普遍使用的电脑，而是一台老式打字机，让人根本无法联想到这是菲律宾首都监狱的办公室。档案录完之后，犯人会被换上一套浅黄色的囚服，代表着在监狱正式入住。而对于犯人来说，这普普通通的一件衣服，象征着他们接下来的惨淡人生。基本上在制度森严明确的各国监狱里，男女都是分开单独管理，黎刹监狱也不例外。但是与普通监狱相比，这里又有些许的不同。由于监狱的人口众多，管理自然也就松散异常。在菲律宾的监狱，狱警负责掌管外围，而控制内部的则是监狱的扛把子。这种行为得到了典狱长的认可，也成为了菲律宾所有监狱之间的潜规则。黎刹监狱的老大叫做卡利托，是史波尼克帮的头目。这个帮派的控制范围不单单只有这个监狱，他在菲律宾的所有监狱都是赫赫有名，是菲律宾的主要监狱帮派之一。不论是在监狱还是在外面，史波尼克帮都不是一般人能惹得起的。在这样一个帮派的控制下，狱警也很是放心，因为狱警们的底线很简单，只要别过线，怎么处理是帮派成员自己的事情。黎刹监狱的所有牢房全部都在卡利托的控制之下，犯人们哪怕敢于得罪外面的狱警，也不敢得罪卡利托不高兴。在黎刹监狱，卡利托规定不准打架斗殴，不准偷取他人财物。
如果谁胆敢违反规矩，将会受到帮派的严厉惩罚。这些惩罚包括剥夺睡眠、蹲马步、关黑屋等等。在这里，帮派就是老大，帮派说的话代表一切，所以那些新犯人往往会受到区别对待。新犯人入狱后，会在帮派强迫下承包所有脏活累活，比如洗衣服、擦地板、做饭、洗厕所等等。一段时间后，卡利托就会询问那些新犯人是否加入帮派。如果加入帮派，以后就不用再做那些又累又脏的工作，不加的话也可以，但是每个月需要向卡利托支付500比索的庇护费，而卡利托就靠着收取这些钱，每天都躺在他的定制床垫上看看电视、喝喝茶、打打电话、睡睡觉，和整天做苦力的犯人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在离岔监狱，囚犯们的生活跟在外面其实差不多，比如说这里是不会提供食物的，但是他们会给嫌疑人们派发食材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想吃什么你们可以自己做，要是正好有个厨师在服役的话，大家还可以感受到天天下馆子的体验。这还不算啥，接下来的您可要竖起耳朵听好了。监狱内的厨房是男女共用的，这就有点意思了。在做饭的期间，男女嫌疑人是可以互相交流的。通过这一来二去的交谈和接触，在这样压抑的环境之下，无论男女犯人都面临着身体和心灵上的寂寞空虚，所以彼此之间很容易擦枪走火，陷入爱河。在离岔监狱，男女之间谈恋爱是常有的事儿，更有甚者在这里还生下了孩子。监狱管理也非常有人情味儿，每周都会有特定的时间让这部分人单独相处。各位老司机也可以脑补一下，在这里生活条件虽然是差了那么一点儿，但是不会面临经济压力，有时间的时候还能谈谈恋爱，到了吃饭的时候食材直接就有人给了，甚至还可以唱唱歌、跳跳舞，努力传宗接代的事儿也能完成了。不用做家务，不用照顾另一半的情绪，孩子也有人养，比在监狱外上顿不接下顿的不知道幸福了多少倍。不过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自由相比这些更为可贵一些。监狱内的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是无罪的，可是一直没有等到审判。有的人被留在这里已经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了，他们更希望尽早的接到审判的消息，这样就可以顺利的离开这里，过上自由的生活。虽然离岔监狱看起来待遇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它仅仅是世界各国监狱中的一个特例，即使再幸福，囚犯还是失去了自由。人类对自由的向往是亘古不变的话题。猫也在这里想说的是，生命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，只有约束自我，遵守社会规则，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猫也就先讲到这儿了。在了解了离岔监狱的真实现状后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